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不过你这身地摊货被我这杯10几万的酒洗一洗，说不定还能升值呢。我是陆晨，今天是我妻子苏青妍公司的庆功宴。作为结婚5年的丈夫，我只能像个隐形人一样躲在角落，充当她的保镖。道歉。你说什么？你一个吃软饭的司机，一条苏青妍养的看门狗，居然敢让我道歉？信不信，就算我今天让你跪下把酒舔干净，苏青妍都不敢放个屁。隐忍5年，不代表谁都能骑在我头上，有些人该长记性了。啊！放手！快放手！你干什么？陆晨，你给我放手！你疯了吗？谁让你在这里撒野的？守护了你5年，到头来，我竟成了那个撒野的外人。青妍，你养的好狗，它不跪下磕头，那5亿投资你们1分钱也别想拿。陆晨，跪下，给顾少道歉。苏青妍，你让我给他跪下。5年前你欠下3000万高利贷，是我单枪匹马把你救出来的，你忘了吗？半年前公司机密泄露，也是我在暗中帮你摆平了黑客。现在你要我跪他？5年暗中守护，现在为了区区5亿，你让我给他下跪？你还要编造谎言到什么时候？我靠的是自己的头脑。你一个只会开车的粗人，根本不懂什么是资本。你个窝囊废，也不照照镜子，你给顾少提鞋都不配。青妍，今天必须跟他断干净。陆晨，我忍你很久了，我们的世界早就脱节了。我的公司要上市，我不能让你这种废物成为我履历上的污点。补偿你100万，从今往后你不再是我的丈夫，你被解雇了。100万就想买断我5年的守护，这5年真是一场荒诞的笑话。那100万留着给你自己吧，我净身出户。苏青妍，你以为你站在了资本的顶端，我能把你捧上神坛，就能让你坠入地狱？没了我，资本市场会把你啃得骨头都不剩。记住你的选择，千万别跪着来求我。一个臭保镖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推开这扇沉重的大门，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瓢泼大雨。冰冷的雨水洗掉了我身上所有的伪装，也洗掉了最后的羁绊。轰鸣声撕裂了雨夜，12辆防弹车如幽灵般降临，将这里封死。他是掌控1000亿资金的叶南星，但在我面前，他只是最忠诚的下属。老板，5年隐退期已满，天盈资本10万部众，恭迎您归位。苏青妍，这5年我为你筑起的墙，今晚我亲手拆了它。南星，通知下去，撤走星途科技内部所有的天晴安装。另外，查清鼎盛资本。既然苏青妍觉得顾少廷是救世主，那就让他亲眼看看，他的救世主是怎么在我脚下摇尾乞怜的。老板，到了。欢迎陆总归位。南星，说正事。愤怒是弱者才有的情绪，我现在只有清醒。目前控股100亿企业47家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整个亚洲市场都会抖3抖。这些不用汇报，你办事我放心。让你查的鼎盛资本有结果了吗？查清楚了，鼎盛看似100亿资产，实则海外亏损严重，他们现在的资金链已到极限，内部只是个巨大的空壳。资金链断裂，顾少廷这是想拿星同科技填坑了。他把苏青妍当猎物了，对吧？老板英明，这是今晚那份5亿意向书的副本，线人刚刚传回来的。这份对赌协议简直恶毒到了极点，3个月内利润不翻倍，
苏清音就得退还本金，并无偿转让60%的股权。这种低级的对赌把戏，在天津面前，简直就像过家家一样可笑。苏清音签了，他不仅签了，还开了香槟，却不知那是挪用来的过桥资金，陷阱已经布好了。一旦协议生效，顾少廷就会全面追击星图科技的供应链，3个月内生吞活剥。老板，要出手干预吗？只要您下令，明天我就能让鼎盛破产，送顾少棠去坐牢。干预？为什么要干预？既然他觉得顾少廷才是真命天子，那就让他好好享受这顿资本盛宴。南星，传我命令，立刻撤走星图科技内部所有的天行暗桩，撤销防务墙保护，取消所有信用担保，斩断他们的一切外部支撑，把公关和法务的核心人员全部调回。今晚我要让他彻底孤立无权，我要让他看清楚，没了这道墙，他引以为傲的帝国到底是个什么垃圾。明白。苏总，这是今天需要签字的文件，放着吧。顾少的资金什么时候到账？法务部对接的怎么样了？张总监正做最后审核，顾少承诺1亿资金下午就到。很好。苏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了吗？天真塌了，今早核心服务器被境外黑客攻击，防火墙瞬间就被击穿了。我们的防护层就像纸糊的一样，根本拦不住，所有数据都暴露了。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们的防火墙号称顶尖，这5年一直没出过事。我也不知道，以前每次被攻击，底层都会有道神秘防御自动拦截，可今天早上它突然消失了，就像被人凭空抽走了一样。黑客锁死了数据库，要3000万美金赎利，否则就在暗网公开所有客户信息。客户数据是公司的命脉，一旦泄露，上市计划就彻底完了。马上组织所有人抢修，不惜一切代价把数据给我夺回来。修不了，对方技术领先我们至少2个时代，我们连 IP 都追踪不到。喂，又跟你苏总了。苏总，是华东芯片供应商的王总打来的，接过来。王总，我是苏清言，这批芯片的货期。苏总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刚开了会，决定终止与星宇的所有合作。之前那批货我们不发了，就这样。什么？王总，我们签了长期合同，你单方面毁约是要付违约金的。违约金照付。苏总，以前愿意给你们铺货，是因为有人在背后做顶级信用担保。今天早上担保撤了，星图现在的评级是垃圾级。再见。我一直以为是我的能力出众，怎么会有人在背后做担保？谁？到底是谁在背后给我做担保？苏总，城南建材商集体罢工了，他们把新工坊的大门给堵死了。法务部张总监辞职了，他把所有核心骨干全部带走了。5年了，这些危机从没出现过，为什么会在今天全部爆发？没有我给你筑起的这道墙，真实的资本市场会把你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难道真的是他？这5年的安稳，全是因为他在背后挡着？不可能！那个只会社交和开车的废物，绝对不可能！陆晨只是个退伍兵，连英文合同都看不懂，他凭什么给我做担保？凭什么拦截黑客？这一定是巧合，或者是竞争对手在搞鬼。冷静，我必须冷静。我还有顾少，只要这5亿资金到账，所有的危机都能迎刃而解。喂，青言啊，什么事儿？顾少，公司出了点突发状况，第一笔1亿的注资，能不能今天上午就打过来？青言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只是风控部门说星宇今晚出了好几个大危机。顾少，这都是暂时的，只要资金到账。在商言商嘛，既然风险变高了，那之前的对赌协议条件就得改一改了。5亿注资不变，但期限缩短到1个半月。同意我就打钱，不同意就算了。改什么？1个半月，利润翻倍，这根本不可能，他这是在明抢。好，我同意。老板，
苏清言答应了顾少廷的苛刻条件，他已经彻底跳进死局了。不急，让他先在绝望里挣扎几天，等他以为能爬出泥潭的时候，再把他一脚踹下去。这才叫真正的打脸。苏总，这是今天上午递交辞情的名单。连老骨干都要走，星途真的要完了吗？为什么？顾少的资金已经到位了，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？他们说，业内都在传星途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公司已经被全行业封杀了，他们不想留下来陪葬。荒谬！我行得正坐得端，得罪了谁？这分明是有人在恶意造谣。顾少那一资金呢？立刻给技术部找最顶尖的白客解开服务器的锁，剩下的钱先拿去稳住那些闹事的供应商，快去办。苏总，那一资金动不了。你说什么？账户被法院冻结了，城南建材商起诉我们，申请了强制执行。合同还有半个月才到期，他们凭什么提前申请强制执行？除非有人在背后操盘。不可能是陆晨，那个只会开车的废物，绝对没有这种能量。备车，我要去见顾少。顾少，苏清言在外面说有急事要见您。去里面等我，让他进来。顾少，你一定要帮我，资金被冻结了，城南那帮人在搞我，还有黑客。清言啊，别急，坐。顾少，只要帮我解冻账户，或者再追加一笔资金，我保证完成对赌协议。追加资金？清言，你是不是对资本有什么误解？资本是来赚钱的，不是搞慈善的。星途现在就是个烂摊子，我为什么要追加资金？顾少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签了对赌协议，你是星途的投资人啊。我是投资人，所以我更希望你输掉这份协议。你说什么？还不明白吗？我买了城南建材商的债权，是我亲手锁了你的账户。你的人为什么离职？因为我开了双倍年薪，把他们全挖走了。你现在只是个空壳，甚至那场黑客攻击也是我花重金请人干的。这就是资本的手段。苏清言，我根本看不上你的盈利，我要的是你手里那60%的控款权。对赌输了，你那60%股权和核心专利就全是我顾少廷的了。我以为他是救世主，原来他是一头要将我生吞活剥的恶狼。顾少廷，你卑鄙！这是商业诈骗，我要去告你！哼，告我？去啊！对赌协议是你自己签的，你有证据是我干的吗？苏清言，收起你高高在上的架子，在真正的资本面前，你连个屁都不是。你只有2条路，要么等死，1个半月后交出股权破产，要么今晚来我的半山庄园，把我伺候高兴了，我或许会考虑给你留点活路。顾少廷，你做梦！我宁愿破产，也绝不会让你这种人渣得逞。装什么清高？我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？苏清言像个落汤鸡一样失魂落魄地跑出大楼，在街头茫然无措。老板，顾少廷撕破脸了，他雇佣黑客和资金流向的证据，我已经全部备份。干得好，顾少廷心够黑，手够狠，可惜脑子不好使。他以为吞下星途能补窟窿，却不知那是捕鼠夹上的诱饵。老板是想连鼎盛资本一起严根拔起？不急，哼，走投无路时才能看清自己。苏清言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个商业奇才。南星，放点风声，就说今晚云顶会所有一场顶级财阀聚会，本市说得上话的大佬都会出席。苏清言现在就像没头苍蝇，有一点光他就会扑过去。今晚我要让他亲眼看看，他拼命想挤进去的那个顶级圈子，到底是谁在做主。明白，老板，我立刻去安排。5年了，这枚象征天晴权力的黑金古戒，终于再次见到了阳光。苏清言，你准备好
迎接真正的绝望了吗？仅仅3天，星途就被逼到了死路。顾少廷的无耻，彻底砸碎了我的骄傲。青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妈，公司出事了，顾少廷那个王八蛋，他一直在阴我。什么？5亿投资没了？那银行会不会把别墅收走啊？别吵了，今晚云顶会所有场顶级聚会，真正的大佬都会出席。听说京城那位大人物也会去，这是我翻盘的唯一机会，我必须进去。只要能见到那些大佬，哪怕跪地去求，公司就有救。顾少廷在他们面前根本不算什么。对，去求大人物。幸亏你昨天果断踹了那个废物，哼，带上那个穷酸，连云顶的大门都进不去，只会丢人现眼。妈，别提他了，他不配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今晚我必须用最完美的姿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哟，苏大总裁，都要破产了，还有兴致来这儿逛街？打车来的吧？姐，强出头没好下场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还跑来这儿丢人现眼干什么？顾少廷，你别得意，只要我见到里面的大人物，公司就有救。见大人物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苏青言，你疯了吗？知道里面坐的是谁吗？首富李半城，商会赵会长，全是顶级大佬，看到没？我爸砸了几千万才拿到1张外请柬，连进核心包厢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连大门都进不去，还想见大人物，简直是做梦。这里的门槛高得让人绝望，我甚至想要转身逃离这个充满屈辱的地方。快站好，这车牌绝对是里面那位通天的大人物来了。如果能让车里的人看我一眼，哪怕只是一眼，星途科技就有救了。陆晨，没错，走下劳斯莱斯被叶南星恭敬伺候的人正是我。我带着黑金古戒审视着这群跳梁小丑，那个被他当了5年司机，被他用100万打发的废物，现在站在了他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。陆晨，你疯了吗？你以为租一身名牌，租几辆小车就能混进这种顶级圈子吗？叶总，千万别被他骗了，他叫陆晨，是我的前夫。他以前是个当兵的，给我当了5年司机，根本不是什么大人物。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。陆晨，我真是小看你了，为了装逼，连叶总你都敢雇来演戏，这胆子够你蹲几年了？姐夫，没钱就认命，在这儿装大尾巴狼，一会儿被扔出去，我们可不认识你。这就是我保护了5年的女人，愚蠢、自大且无可救药。李老，赵会长，晚辈顾少廷，我爸是顾建国，今天有幸，滚开！陆先生，您终于来了，我们等您等了整整5年了，我们等您等了整整5年了。进去说吧。是，陆先生，您请。苏青言，你不是想见大人物吗？现在，你见到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到底惹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存在？陆晨，他竟然是那个人！陆先生，您这5年隐退，可把我们急坏了。每年镇产子，商界乱了不少。乱点好，水浑了才好摸鱼，看清谁是鱼，谁是吃人的王八。今天叫各位来，只为2件事。第一，我回来了，天行资本亚太区业务全面重启。第2件事，我想了解一下鼎盛资本的顾建国最近都在忙些什么。顾建国最近日子好过，海外项目大亏30多亿，资金链已经断了，正四处找接盘侠。南星，顾少廷今晚在会所是订了哪个包厢？回老板，他订的是2楼牡丹厅，想骗几个煤老板的过桥资金。很好，既然碰上了，就去会会他。各位稍坐片刻。陆先生请便。洗了5年衣服，
被我骂不还口的窝囊废，怎么可能是首富都要跪迎的大人物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幻觉，绝对不可能！苏清言，你敢联合陆心来阴我？你个贱人，真当我是傻子吗？我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跟他睡了5年，你不知道？陆晨肯定早知道我看上股权，故意装穷，就为了今天踩我一脚。我资金链断了，今晚拿不到钱我就完了。苏清言，这都是你害的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老子就算死，也要拉个垫背的，把你扔进牡丹厅，看那几个煤老板满不满意？救命！大志，救我！顾少，这是哪一出？这不是星图科技的苏总吗？怎么搞得这么狼狈？王总，借我2亿过桥资金，今晚这女人就是你们的，她可是有名的冰山总裁。顾少够意思，不过这强扭的瓜怕是不太甜啊。他不敢不从。苏清言，今晚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卖了公司数据，让你在监狱里过一辈子。我曾以为自己是女王，现在却像物品一样被践踏。陆晨，你在哪儿？陆晨。陆晨，顾少廷，你父亲顾建国当年发家时，从我这儿借了3000万，他用鼎盛资产30%的股份做了抵押，这笔账你们顾家似乎忘了还。你胡说！我爸怎么可能借高利贷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，你没资格知道。我只知道，从今晚开始，鼎盛资本不姓顾了。这是鼎盛资本的清算申请书和你父亲经济犯罪的逮捕令副本。5分钟前，顾建国已在机场被拦截，鼎盛所有账户已被天晴全面接管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们骗我！带走，把他送交警方。陆先生饶命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这就走。滚！一个响指就让鼎灯灰飞烟灭，这才是真正的陆晨吗？我这5年到底做了什么？陆晨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明明这么厉害，为什么要装成一个司机？看着你这张写满悔恨的脸，我只觉得无趣。骗你，苏清烟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，是你自己瞎了。5年前，是我隐姓埋单为你扫平一切，把你捧上了总裁的位置。这5年，我看着你沾沾自喜，最后为了所谓的资本，把离婚协议砸在我的脸上。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，把你当成自己人。哼！但在你眼里，我只是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的底层垃圾。南星，走。陆晨，我错了，求你看在5年夫妻份上帮帮我，我不能失去公司。5年夫妻。苏清言，从你把离婚协议砸在我脸上的那一刻起，我们的账就清了。明天上午，法庭见。被告，你对原告的诉求有什么异议吗？法官大人，我同意离婚，但我拒绝他的财产分割方案。你个白眼狼，给你100万是大发慈悲，你还想分清案的公司？做梦！肃静。我没有理会那对聒噪的母女，直接抛出了第1张底牌。法官大人，这是苏清言转移婚内财产的铁证。5年间，他秘密转移了3600万到他妹妹账户。沈娇娇用这笔钱买了5套房产和豪车。你胡说，那是我姐借给我的。连个借条都没有的借款，
法官大人，面对恶意转移财产，我有权申请冻结沈娇娇名下资产，并要求苏清瑶净身出户。法官大人，星图科技是原告创立的，被告毫无建树，理应少分财产。毫无建树。这是星图5年来的风控日志，每一次黑客攻击资金断裂，都是我在暗中调动资源摆平的。苏清言，你真以为自己是商业天才？没有我，你的公司3年前就破产了。法官大人，这是我个人的资产清单，请过目。被告陆晨名下天晴资本100%控股权，个人估值约3000亿。3000亿！我为了区5亿，亲手扔掉了掌控无数命脉的顶级大佬。苏清言，你不是说我只会开车，提供不了任何价值吗？现在资本就在你面前，只要不离婚，这3000亿里有1半是你的。可惜你不仅签了协议，还恶意转移了财产，你1分钱都拿不到。法官大人，我放弃分割星图科技，那3000万我也不要了，就当买断这5年的恩情。我唯一的要求是立刻判决离婚，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。准许离婚，双方财产各自归属，原告不得触碰被告资产，退庭。陆晨，我错了。老板，结束了。是啊，结束了，旧账已清，现在是我享受人生的时刻。老板，接下来的行程怎么安排？回总部，蛰伏5年，是时候让那些家伙重新想想被支配的恐惧了。是。3天后，星图科技宣告破产，法院查封了苏家价值半个亿的别墅，苏清言一家以及涉嫌犯罪的沈娇娇和孙大志被彻底扫地出门。而我在回归天庭的短短1个月内，发动了一场震惊整个亚太金融圈的绞肉机行动。老板，绞肉机行动已圆满收官，我们收回了所有产业，并吞并了鼎盛资本。天兄的整体估值再次上涨了15%。南星，你辛苦了，这5年天京全靠你一个人撑着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行了，别绷着了。今晚我做东去御膳房，叫上那几个高管，咱们聚聚。是，老板。陆总，您隐退这5年可憋坏我们了。现在您回来，天终于能大展拳脚了。是啊，陆总，这5年南星总可把我们操练够呛，他简直就是个工作狂。少废话，喝你们的酒。看着这群出生入死的兄弟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意，这才是我的世界。陆先生，这是新研制的佛跳墙，您尝尝。谢谢。陆先生，外面有个人想见您，他说他是您的前妻。苏清言，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？不见，让他走。他在外面跪着，说见不到您就跪死在那儿，外面还有客人看着。到了现在还在用这种1哭2闹3领导的低级手段吗？我去处理吧。不用，我去看看他到底还想玩什么花样。你来干什么？陆晨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妈病了，尿毒症需要换肾，可我连住院费都交不起了。娇娇和孙大志卷了家里仅剩的钱跑了，他们不管我妈的死活。陆晨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，求你救救我妈！陆晨，看在5年份上，给我50万救命吧！只要能救我妈，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。5年夫妻，当初让我净身出户时，你可曾想过半分情分？哼，当初为了讨好顾少廷，逼着我下跪道歉的时候，你何曾想过5年的情分？苏清言，你还记得拿到5亿意向书那个晚上，你是怎么对我的吗？
你说我只会开车和打架，在这个资本时代一文不值。你说我的存在会成为你人生履历上的污点。现在资本抛弃了你，你却跑来求我这个污点。陆晨，我错了，求你复婚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我给你做饭洗衣服。复婚？苏清言，你太高看你自己了。你以为这副样子很可怜？不，你只是在为你的愚蠢和贪婪买单。这里是100万，不是借给你的，也不是施舍给你的，这是当初你逼我签协议时承诺给我的那100万补偿款。拿上钱，带着你妈滚出这座城市，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如果让我再看到你一次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生不如死。苏清言的哀嚎再也无法在我心里激起任何涟漪。老板，处理好了。5年的隐忍，一场闹剧般的婚姻，终于彻底画上了句号。南星，通知投资部，明天上午9点开会。是。我的征途才刚刚开始。陆先生，恭喜天晴拿下欧洲1000亿大单，真是羡煞旁人啊！陆总，这是我们最新的合作意向书，请您务必过目。阿谀奉承，极尽谄媚，这就是权力和金钱的魅力。各位，陆总今天有些累了，合作的事情明天请联系我的秘书预约。这3年，他依然是我最得力的副手。大佬们散去，窗前只剩下我们。除了工作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在岁月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嫌烦了？医生说你胃不好，少喝点酒。还是你懂我，这种应酬确实比指挥千亿商誉还要累。那我们就早点回去吧，今晚的月色不错。好。老板，今天有记者问，天晴发展这么快，您最大的动力是什么？最大的动力，5年前我以为动力是守护一个笑容，3年前我以为是证明实力，但现在我告诉他们，我的动力是自由，是不被任何人定义，不被资本管辖，可以掌控自己命运的绝对自由。老板，您已经拥有了自由，可是您不觉得高处不胜寒吗？这3年您像台机器，只有版图扩张，没有朋友，没有生活。您真的打算就这样孤独地站在山顶上一辈子吗？我拥有了世界，身边却空无一人，背叛斩断了过去，也封闭了未来。我习惯了冷漠与掌控，却忘了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。南星在。隐退5年，征战3年，你一直陪着我，你后悔过吗？陆晨，你是个商业天才，但在感情上真的是个白痴。如果后悔，我怎会把8年青春全砸在你身上？我信你，也懂你。我不需要承诺，只想站在离你最近的地方，看你光芒万丈。南星，明天把亚太区的事务交给副总打理吧。为什么？最近几个大项目还在关键期。你说的对，高处不胜寒，所以我需要你陪我一起看着巅峰的风景。听说马尔代夫的私人韩岛不错，我们去度个假吧，就我们2个人。好。真正的爱情是势均力敌的陪伴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。